孕吐最严重的时候，婆婆刘芳风尘仆仆的从老家赶了过来。她提着大包小包的土特产，一进门就拉着我的手嘘寒问暖，眼角的皱纹里都蓄满了笑意。小月啊，妈来了，你就安心养胎，什么都不用管了。我丈夫顾言在一旁帮腔，看吧，我就说我妈最疼你了。我心里暖烘烘的，连日来的孕期不适都仿佛被驱散了不少。为了感谢婆婆，我特意在外面订了一家环境雅致的餐厅，为她接风。席间，婆婆夹了一筷子鱼肉到我碗里，慈爱的看着我。小月啊，既然怀孕了，就别上班了，太辛苦。收拾收拾，跟妈回老家住，那边空气好，养人。我笑着摇了摇头，委婉拒绝。妈，我才3个月，医生说多走动对身体好，而且我这边工作也刚走上正轨，暂时还不想辞。再说，我顿了顿，补充道，我住惯了自己的房子，不想换地方。婆婆脸上的笑容倏然僵住，她放下筷子，那双原本慈祥的眼睛里透出一丝锐利。那是你小叔子顾帆的房子，他快结婚了，你就别老站着了。一瞬间，餐厅里的暖气仿佛都停了，我浑身的血液似乎都凝固住，不敢置信地看着他。妈，您说什么？我的房子，房产证上清清楚楚写着我沈小月一个人的名字，怎么就成了小叔子的？什么我的房子？婆婆刘芳的嗓门陡然拔高，引得邻桌食客纷纷侧目。当初不是顾言拿钱付的首付，写你名字不就是图个方便，想着你们俩结婚了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他理直气壮，仿佛在陈述一个天经地义的事实。现在顾帆要结婚，女方家要求必须有婚房，他是你亲小叔子，你这个当嫂子的连房子都舍不得借他住一下。我气得手脚冰凉，胸口堵着一团棉花，喘不过气来。这套房子是我父母在我大学毕业时全款买给我的，怕我一个女孩子在外面打拼受委屈。从头到尾，别说首付，就连1块砖的钱都跟顾言没有半分关系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颤抖。妈，这房子是我婚前全款买的，房产证上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。顾言他知道这件事，我以为搬出事实，婆婆就会知难而退，没想到她眼睛一瞪，一拍桌子站了起来。沈小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是说我儿子顾言骗我？我们顾家是娶了媳妇，不是请了个祖宗。我告诉你，这房子顾帆必须住进去，你要是不同意，就别想安生。这番话如同刀子狠狠扎进我心里。我立刻拨通了顾言的电话，电话那头他似乎正在开会，声音压得很低。我尽量克制着情绪，把婆婆的话复述了一遍。听筒里沉默了片刻，随即传来顾言带着些许疲惫的安抚声。小月，你别激动，妈就是那个脾气，她也是为了顾帆着急。你先顺着她点，别跟她吵，有什么事等我回家再说。顺着她？顾言，你的意思是要我承认这房子是你的？哎呀，怎么又说这个了？他的语气开始不耐烦，都一家人了，分那么清楚干什么？好了，不说了，我这儿忙着呢。电话被干脆利落的挂断了。我握着手机，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。回到家，婆婆已经反客为主，她将我的护肤品、化妆品一股脑的从主卧的梳妆台上扫进一个纸箱里，嘴里振振有词。这些东西化学成分太多，对我的乖孙不好。再说顾帆媳妇也要住进来，她的东西都没地方放。我冲过去，一把抢过纸箱。妈，这是我的家，请你不要乱动我的东西。你的家？刘芳叉着腰，冷笑一声，房产证上写你名字，这房子就是你的了。没我们家顾言，你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？沈小月，做人不能太忘本。她开始在客厅里踱步，指指点点。这个沙发太旧了，换掉。墙上这画也难看，摘了。还有这个电视太小了，顾帆和他媳妇肯定不喜欢。他每说一句，我的心就冷一分。这不是商量，是通知。在他眼里，我以及我的一切都只是顾家的附属品。晚上10点，顾言终于回来了。婆婆一见他，立刻像找到了主心骨，眼泪说来就来。儿子啊，你可算回来了。妈要被你这个好媳妇给欺负死了。她不让我住就算了，现在连你弟弟的婚事都要搅黄。顾言连忙扶住他，又是拍背又是安慰。他看向我，眉头紧锁，眼神里全是责备。沈小月，你怎么回事？我不是让你别跟妈吵吗？他老人家大老远过来，你就这么对他？我看着眼前这场母慈子孝的戏码，只觉得无比荒唐。顾言，你先别急着指责我，你先告诉你妈，这房子到底是谁的？顾言的眼神闪烁了一下，他拉着我走到阳台，刻意压低了声音。小月，你别这么较真行不行？我妈那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思想传统，爱面子。我当初跟她说这房子是我买的，
也是想让他在亲戚面前脸上有光。他的声音带着恳求，现在顾帆结婚是大事，我们做哥嫂的帮衬一下是应该的，就让他先住2年，等他们缓过劲儿来，肯定就搬走了。我们先出去租个房子，你先委屈一下，好不好？我定定地看着他，仿佛第一天认识这个男人，用我的房子去成全他的面子，去帮衬他的弟弟，最后还要委屈我。不好，我一字一句地说道。顾言，这不是较真，这是原则问题。这房子是我的，谁也无权支配。我的强硬似乎激怒了他。沈小月，你怎么这么自私？就为了一个破房子，你连我的家人都不顾了。你肚子里的孩子也是顾家的种，孩子是我的，但不是我任由你们拿捏的筹码。我推开他，走到客厅，对着还在抹眼泪的刘芳冷冷开口。妈，天晚了，我给您在附近酒店订了房间，您先去休息吧。这是逐客令。刘芳愣住了，顾言也愣住了。沈小月，你敢赶我妈走？顾言怒不可遏。我没有赶他，我看着他，心如死灰。我只是在请一个试图抢占我房子，还对我进行人格侮辱的人离开我的家。说完，我不再看他们，径直走进卧室，反锁了房门。门外是婆婆的咒骂和顾言的咆哮。我靠在门上，手轻轻放在小腹上，眼泪终于决堤。宝宝，妈对不起你，你可能要没爸爸了。那一夜，我几乎没有合眼。第二天一早，我被门外剧烈的争吵声惊醒。我打开门，看到顾言和他母亲刘芳堵在门口，而在他们对面站着一个打扮时髦的年轻女人和一个流里流气的男人，是小叔子顾帆和他的未婚妻林薇。哥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这都一晚上了，还搞不定？林薇可都看着呢。顾帆的语气满是埋怨。林薇抱着手臂，冷眼旁观，满脸不屑。刘芳一看到我，立刻冲了上来，伸手就要来抓我的胳膊。你这个扫把星，丧门神，是不是你撺掇我儿子不让你弟弟结婚？我今天非撕了你的嘴！我早有防备，侧身躲开，刘芳扑了个空，差点摔倒。顾言眼疾手快地扶住他，然后转头对我低吼：沈小月，你闹够了没有？赶紧给妈道歉！道歉？我为什么要道歉？我冷笑，难道不是你们一家人闯进我的家里，逼我让出我的房子吗？嫂子，一直没开口的顾帆说话了，他吊儿郎当的靠在墙上，话不能这么说。我哥当初为了娶你，可是下了血本的。现在我结婚，你这个当嫂子的出点力，不是应该的吗？他那副理所当然的样子，让我觉得恶心。下血本？你彩礼才10万，但我家光是回礼就回来20万，你下什么血本？随后，我拿出手机，调出房产证的照片，举到他们面前。看清楚，户主沈小月，购买日期3年前，在我认识顾言之前，全款付清，银行流水我这里都有。现在你们谁再跟我说这房子是顾家的，我就直接报警，告你们私闯民宅，意图侵占他人财产。我的声音不大，但每一个字都清晰无比。顾帆脸上的表情僵住了，刘芳像是被掐住了脖子的鸡，张着嘴说不出话。顾言的脸色更是青一阵白一阵，难看到了极点。最先有反应的是林薇，她走上前，仔细看了看我手机上的照片，然后发出一声轻笑。哎呀，原来房子真是小月姐的啊！顾言哥，顾帆，你们这就不厚道了，怎么能骗我呢？他嘴上说着埋怨的话，眼神里却没有半分意外，反而充满了看好戏的意思。顾帆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，他冲着林薇吼道：你闭嘴，这里没你说话的份。怎么没有？林薇挑了挑眉，你当初跟我求婚的时候，可是拍着胸脯说，这市中心120平的大3居，就是我们的婚房。现在婚房没了，这婚还结不结呢？他这话一出，顾家母子3人的脸色更难看了。刘芳急了，也顾不上我了，转身去拉林薇的手。好媳妇，你别听这个女人胡说八道，房子肯定是我们的，她就是故意拿个假证来骗人。妈，顾言终于爆发了，他一把拉开刘芳，你别说了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双眼赤红的瞪着我，像是看仇人一样。沈小月，你非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吗？非要让我在家人面前抬不起头吗？我看着他扭曲的面孔，心中最后一丝情分也消磨殆尽。顾言，我是你老婆，你以后是要和我过日子的人，你有没有想过这房子让出去后，宝宝以后住哪里？我不再理会他们，拿出手机，当着他们的面拨通了一个电话。喂，你好，是某某开锁公司吗？我要换锁，地址是……顾言的瞳孔猛地一缩。沈小月，你敢？开锁师傅来得很快，在我平静的注视下，师傅汗流浃背的看着顾家几人把旧锁芯被拆下，换上了崭新的。整个过程，顾家3口和林薇就站在门外，像4尊表情各异的门神。
刘芳的嘴里一直不干不净地咒骂着，顾帆则是一脸的愤恨和不甘。顾岩的脸色铁青，死死地盯着我，仿佛我是他的生死仇人。林薇则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一切，甚至还拿出手机对着我们拍了几张。换好锁后，我将3把崭新的钥匙握在手里，对着门外的人平静地宣布，从现在开始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得踏入这个家门半步，否则我会立刻报警。然后在他们错愕的目光中，我砰的一声关上门，世界终于清静了。我靠在门后，长长的吁了一口气，身体却忍不住的颤抖。手机开始疯狂地震动，是顾岩打来的电话，一遍又一遍。我直接将他拉黑。紧接着是各种陌生号码的短信，内容不堪入目，无一不是在辱骂我恶毒、自私、不孝。我猜这大概是婆婆发动了他们老家的7大姑8大姨。我通通无视，将手机调成静音，扔到一边。我给自己倒了一杯温水，坐在沙发上，手轻轻地抚摸着小腹。宝宝，别怕，妈妈会保护你。冷静下来后，我开始思考接下来的路。离婚是唯一的选择。这段建立在谎言和算计之上的婚姻，已经没有了任何存续的必要。我打开电脑，开始搜索离婚协议的模板，并联系了一位风评很好的离婚律师。就在这时，门铃响了。我以为是顾岩他们还不死心，透过猫眼一看，却是一个陌生的男人。他西装革履，气质温文，看起来不像坏人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隔着门问道，你找谁？男人温和的开口，请问是沈小月女士吗？我姓季，叫季怀，我想买您的这套房子。我愣住了，买我的房子？我打开门，一脸警惕的看着他。我不卖房。季怀笑了笑，递过来一张名片。沈女士，您别误会，我不是房产中介，我只是恰好想在这附近买一套房子，也恰好知道您可能遇到些麻烦。他的目光越过我，看了一眼还留有争执痕迹的楼道，眼神里带着了然。我心里一动，卖掉房子，彻底离开这个是非之地，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我接过名片，看了一眼，是一家知名投资公司的副总。季先生，您怎么知道我？我妹妹跟林薇小姐是朋友，她言简意赅的解释道。原来如此。林薇那个唯恐天下不乱的女人，恐怕早把这场家庭闹剧当成笑话，四处宣扬了。我心中一阵发堵，但面上不显。抱歉，季先生，我现在心情很乱，暂时不想谈这个。我理解，季怀十分有分寸，他点了点头，这是我的名片，沈女士如果改变主意，随时可以联系我。我可以保证会给出一个高于市场价，让你满意的价格。说完，他便礼貌地告辞了。我捏着那张质感精良的名片，心中波澜起伏。这个叫季怀的男人出现的太过巧合，目的也太过明确，但他的提议却很符合我现在的处境。接下来2天，顾家那边像是安静了下来，没有电话，没有短信，门外也恢复了平静。我乐得清静，专心处理自己的事情。律师很快帮我拟好了离婚协议，我把我的诉求写得很清楚，孩子归我，我名下的所有财产，顾岩无权分割。至于夫妻共同财产，我们本就没有多少，我愿意全部放弃。我将协议发给了顾岩，半小时后，我收到了他的回复，只有2个字：做梦。紧接着，我的手机响起，是一个陌生的号码。我接起，电话那头传来林薇的声音：小月姐，出来见个面吧。关于顾岩，我有些东西想让你看看。我和林薇约在了一家咖啡馆，她穿着一身名牌，妆容精致，看起来春风得意，完全不像一个刚刚经历过婚事告吹的女人。她将手机推到我面前，屏幕上是一段视频。视频里，顾岩正和一个身材火辣的女人在酒吧里拥吻，举止亲密，俨然一对热恋中的情侣。视频的拍摄日期是在我们结婚后半年。似乎是感受到我的悲伤，肚子抽动了一下。我抚摸着肚子，妈妈，没事的。这个女人是顾岩他们公司的同事，他们俩好了快1年了，公司里的人都知道，就你被蒙在鼓里。林薇搅拌着咖啡，语气平淡，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。他之所以那么着急让你把房子给顾帆，不只是为了他那个弟弟，更是为了他自己。他跟这个女人承诺过，会给你一笔钱把你打发了，然后把这套房子当成他们俩的新家。我看着视频里那张我曾无比熟悉的脸，只觉得陌生又恶心。原来所谓的亲情、面子都只是借口，从头到尾这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，目的就是要把我和孩子连同我的房子一起扫地出门。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我抬起头看着林薇，我不相信他会有这么好心。林薇笑了，因为我和你现在是盟友。他身体前倾，压低声音，顾帆那个废物不仅没本事，还在外面欠了一屁股的赌债。顾家现在就是个空壳子，
他们想拿你的房子去填窟窿，我帮你拿到你应得的，你把房子卖了，分我一点好处，怎么样？他眼中闪烁着精明和算计的光芒，这是一个魔鬼的交易，但我知道现在的我需要盟友，更需要武器，我怎么相信你？我这里，林薇晃了晃手机，还有更多更有趣的东西，足够让顾言和他们顾家身败名裂。成交。我看着林薇，吐出2个字，与虎谋皮，或许危险，但也好过坐以待毙。林薇满意的笑了，她将手机里存着的证据，包括顾言和那个女人的聊天记录、转账记录，甚至是一些更私密的视频，全部打包发给了我。信息量之大，内容之龌龊，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。顾言不仅出轨，还挪用过公司的公款去讨好小三，给对方买车买包。他早已资不抵债，之所以还能维持表面的光鲜，全靠拆东墙补西墙。而我和他那个所谓的家，就是他准备拆掉的最后的一堵墙。我将这些证据分门别类的整理好，一部分发给了我的律师，一部分我直接发给了顾言公司的纪检部门，匿名举报。做完这一切，我拨通了季怀的电话。季先生，房子我决定卖了，我们能尽快签约吗？电话那头，季怀的声音依旧温和。当然可以，沈女士，我随时有空，我们约在第2天上午签合同。我一夜没睡，不是因为悲伤，而是因为一种即将解脱的亢奋。天快亮的时候，我收到了顾言的短信，这一次不再是威胁和咒骂，而是长篇大论的忏悔和求饶。小月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看在孩子的份上，都是我妈逼我的，还有林薇那个贱人，是她陷害我。小月，你不能卖房子，那是我们唯一的家啊。我看着那些文字，心中毫无波澜。家，一个充满了谎言、算计、背叛的地方，也配叫家吗？我没有回复，直接将手机关机。上午9点，我准时出现在房产交易中心，季怀已经等在那里，他身边还站着一位律师。流程进行得异常顺利，季怀果然给出了一个非常优厚的全款价格。就在我准备落笔签字的时候，一群人忽然冲了进来，为首的正是状若疯癫的顾言和刘芳。沈小月，你这个毒妇，你敢卖我的房子？顾言双眼通红，嘶吼着向我扑来。季怀的律师反应极快，一步上前挡在了我的面前。先生，请你冷静，否则我们报警了。刘芳则直接上演了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戏码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拍着大腿嚎啕大哭。天理何在啊？我儿子辛辛苦苦赚钱买的房子，就要被这个狐狸精给卖了啊！大家快来看啊，这个女人不仅婚内出轨，还想卷走我们家的财产啊！她这么一嚷，交易大厅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了过来，对我指指点点。我气得浑身发抖，护着肚子，生怕他们会做出什么过激的行为。顾言被拦住，就开始对我破口大骂，言辞污秽，不堪入耳。他说我水性杨花，早就和季怀勾搭在了一起，卖房子就是为了私奔。他说我肚子里的孩子根本就不是他的，是野种。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像是一把刀，将我凌迟。我看着他那张因为嫉妒和愤怒而扭曲的脸，突然就笑了。顾言，你演够了吗？我的笑声很轻，却像一根针，刺破了他歇斯底里的叫嚣。他愣住了。我拿出手机，打开公放，点开了林薇发给我的其中一段录音。那是顾言和那个小三的对话。亲爱的，你老婆什么时候才肯离婚啊？快了宝贝，等我把她的房子弄到手，就把她和她肚子里那个拖油瓶一起踹了，到时候我们就能永远在一起了。熟悉的声音，恶毒的内容，清晰的回响在整个交易大厅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顾言的脸瞬间血色尽失，惨白如纸。刘芳的哭嚎也戛然而止，他难以置信的看着自己的儿子，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。这是伪造的，是他陷害我。顾言语无伦次的辩解着，但那苍白无力的声音在铁证面前显得可笑至极。我关掉录音，冷冷的看着他。顾言，你以为你的那些破事真的能瞒天过海吗？你挪用公款，公司纪检委已经立案调查。你的好弟弟顾帆欠下的赌债，追债的人已经找到了你们老家。你们顾家早就烂到根了。我的每一句话都像一记重锤，狠狠地砸在顾言和刘芳的心上。刘芳浑身一软，瘫倒在地，这一次是真的晕了过去。顾言也彻底慌了，他看我的眼神里终于出现了恐惧。小月，不，老婆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。他开始语无伦次的求饶，我们不离婚，房子也不卖了，我们好好过日子。晚了，我打断他，拿起笔，在购房合同上一笔一画的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沈小月。写完这2个字，我感觉压在心头的大山终于被搬开了。
我将合同递给季怀，对他点了点头。季先生，麻烦了。季怀接过合同，对我温和一笑。沈女士，恭喜你，重获新生。他的话让我眼眶一热。是啊，重获新生。我没有再看瘫软在地的顾言一眼，转身挺直脊背，走出了交易大厅。外面的阳光灿烂的有些刺眼，我眯起眼睛，深深地吸了一口自由的空气。一切都结束了，也一切都将重新开始。我用最快的速度办完了所有手续，离开了那座让我压抑的城市。我回到了我父母身边。当我把所有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他们时，我妈气得当场就要杀到顾家去，被我爸拦了下来。我爸沉默了许久，只说了一句话，回来就好，家永远是你的港湾。我抱着父母，哭得像个孩子。这些天所有的委屈、坚强和隐忍，在这一刻都化作了泪水，奔涌而出。我用卖房的钱，在父母家附近买了一套大3房，方便他们照顾我。剩下的钱，我存了起来，作为我和宝宝未来的生活基金。我开始安心养胎，每天散散步，看看书，学学育儿知识，生活平静而充实。关于顾家的后续，我都是从林薇那里听说的。顾言因为挪用公款数额巨大，被公司开除并移交司法机关，最终判了刑。刘芳受不了这个打击，中风偏瘫了。顾帆的赌债越滚越多，被追债的人打断了一条腿，整天躲在家里，成了废人。林薇早就和他撇清了关系，拿着我给他的那笔封口费，潇洒的去国外旅游了。顾家算是彻底散了。听到这些消息，我心中没有快意，只有一片平静。那些人，那些事，仿佛都已经是上辈子的事情，与我无关了。偶尔我会想起季怀，那个在我最狼狈的时候出现，给了我一个解脱机会的男人。他像一个谜，来去匆匆。我给他发过一条信息，表示感谢，他只回了4个字，祝你安好。之后便再无联系。孩子出生那天是个晴朗的冬日，是个男孩，很健康，哭声响亮。我给他取名沈念安，愿他一生平安喜乐，被人思念。我父母抱着外孙，笑得合不拢嘴。看着他们鬓边的白发，我心中充满了感激。如果没有他们，我不知道自己该如何走过那段黑暗的时光。念安满月那天，我办了一个小小的满月宴，只请了几个最好的朋友。就在宴会快结束的时候，门铃响了。我以为是送蛋糕的，打开门一看，却愣住了。门口站着的是季怀，他穿着一身休闲装，手里提着一个精致的果篮和一个大大的红包，脸上带着温和的笑意。不请我进去坐坐吗？我侧身让他进来，心里充满了疑惑。他怎么会知道我住在这里？又怎么会知道今天是念安的满月？朋友们看到季怀，都露出了好奇的目光。我简单的介绍，这是我的朋友季怀。季怀很自然的和大家打了招呼，然后走到婴儿床边，看着熟睡的念安，他的眼神很温柔。他很像你，季怀轻声说。我笑了笑，心里却更加困惑。送走朋友后，家里只剩下我和季怀。我给他倒了杯茶，终于忍不住开口问道，季先生，你叫我季怀吧。他打断我，目光沉静的看着我，小月，有件事我一直想告诉你。我的心莫名的提了起来。我认识你，比你想象的要早得多。季怀的声音低沉而富有磁性，像大提琴的独奏。我们是高中校友，你还记得吗？高2那年，学校办文艺汇演，你弹了一首月光奏鸣曲。我愣住了。高2文艺汇演，月光奏鸣曲。尘封的记忆被瞬间唤醒。我当然记得，那是我为数不多的高光时刻。那天我就坐在台下第3排，你穿着白色的连衣裙，像月光一样。我的脸颊有些发烫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后来我出国留学，就断了联系。直到前段时间，我妹妹参加一个聚会，听说了林薇在讲你的事。她拍了你的照片给我看，我一眼就认出了你。原来那些看似巧合的背后，是这样一场跨越了多年的重逢。所以你买我的房子，一部分是想帮你，另一部分，他看着我，眼神里带着的认真，是私心。我想，这或许是上天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我的心狂跳不止。我从没想过，在我经历了那样一场失败的婚姻后，还会有人用这样郑重的方式向我走来。季怀，我有些语无伦次，我已经有孩子了，而且我可能暂时没有心力再去开始一段新的感情。我害怕，我怕重蹈覆辙，怕再次受到伤害。我没想逼你。季怀笑了，那笑容像是冬日的暖阳。小月，我可以等，等你准备好，也等念安长大一点，等他需要一个父亲的时候。我可以先从当念安的叔叔开始。他的坦诚和体贴，让我紧绷的心弦一点点地松弛下来。也许我真的可以
再勇敢一次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季怀真的像他说的那样，以念安叔叔的身份，自然而然地融入了我们的生活。他会算好时间，在我忙不过来的时候出现，帮我给念安换尿布、喂奶，动作娴熟的像个超级奶爸。他会陪我父母下棋、聊天，把我爸妈哄得眉开眼笑，俨然已经成了我们家的半个儿子。他会记得我无意中提过的喜好，在我心情低落的时候，带来我最爱吃的蛋糕，或者是一束向日葵。他从不越界，从不提感情的事，只是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，一点点地温暖我，治愈我。我那颗因为婚姻失败而变得坚硬冰冷的心，也渐渐地开始融化。我发现自己会开始期待他的到来，会因为他的一句话而开心一整天。看到他和念安在一起玩耍的画面，我甚至会恍惚地觉得他们才像是一对真正的父子。念安似乎也很喜欢他，每次看到季怀都会咧开没牙的嘴，笑得咯咯作响。我妈看在眼里，喜在心里，不止一次地在我耳边念叨：小月啊，季怀这孩子是真不错，你可得抓紧了。我每次都只是笑笑，不说话。我知道他很好，但我心里的那道坎还没有完全过去。直到那天，我带着念安去社区医院打疫苗，意外地碰到了一个人，顾帆。他拄着拐杖，一瘸一拐，整个人瘦得脱了形，脸上满是颓废和怨毒。他看到我，先是一愣，随即那双浑浊的眼睛里迸发出了仇恨的光芒。沈小月，他嘶吼着朝我冲了过来，你这贱人，害得我们家破人亡，你凭什么过得这么好？我吓得赶紧抱紧念安，连连后退。医院的保安很快冲过来制住了他，可他还在不停地咒骂，言辞恶毒，引得周围的人都对我指指点点。就是她，水性杨花的女人，害了她婆家全家。看她穿的人模狗样的，没想到心这么毒。那些议论声像针一样扎在我身上。我抱着念安，浑身冰冷，狼狈不堪。就在我快要崩溃的时候，一个温暖的怀抱将我和孩子一起拥入怀中。是季怀，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，他脱下自己的外套，将我和念安紧紧裹住，隔绝了所有不怀好意的目光。别怕，我来了，他在我耳边沉声说道。他的怀抱温暖而坚实，像一座突然降临的堡垒，将我和念安牢牢护在安全的港湾里。他身上的气息干净清爽，瞬间驱散了顾帆带来的污浊和恶意。念安似乎也感受到了这份强大而安心的庇护，小脑袋在他怀里蹭了蹭，竟真的含混不清的又叫了一声爸爸。这一声像投入滚油的水滴，瞬间引爆了全场。围观群众的眼神瞬间变了，从刚才的鄙夷探究变成了恍然大悟和吃到大瓜的兴奋。听见没？孩子自己都叫爸爸了。我的天！我就说那瘸子胡扯吧，人家亲爸在这呢。看看这位先生的气质，再看看那个骂街的，高下立判啊。刚才说人家水性杨花的，脸疼不疼？录下来录下来。这反转绝了。顾帆被保安死死按着，听到这声爸爸和周围的议论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，嘴里发出野兽般的呵呵声，却再也说不出完整的句子。季怀安抚地轻拍着我的背，声音不大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，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。这位先生，你对我妻子和孩子的恶意骚扰、诽谤，以及刚才意图伤害的行为，监控和现场所有人都是人证。我已经报警，并且他顿了顿，目光锐利如刀地扫过顾帆。我以纪氏集团法务总监的身份，以及沈小月女士代理律师的身份，正式通知你，你和你母亲刘芳、哥哥顾岩之前涉嫌欺诈、侵占他人财产未遂、诽谤、威胁等一系列违法行为的证据链，我们已经完全掌握，并已正式提交公安机关和法院。你们的好日子到头了。纪氏集团是那个跨国大公司吗？法务总监，我的妈呀，这身份！代理律师，太专业了。这下那一家子彻底完了，活该。恶人自有恶人磨，哦不，是正义磨。顾帆听到纪氏集团、法务总监、证据链这些词，又看到季怀那冷冽如冰的眼神，整个人如遭雷击，彻底瘫软下去，裤裆处迅速阴湿一片，他吓尿了。季怀连一个多余的眼神都懒得给他，只是温柔地帮我拢了拢外套，抱着念安，拥着我，小月，念安，我们回家，这里脏，空气不好。他的声音瞬间从刚才的冷硬切换回极致的温柔。在众人或惊叹、或羡慕、或解气的目光中，我们一家三口，至少在那一刻，所有人都这么认定，挺直脊背，离开了这个混乱的现场。身后是警车由远及近的鸣笛声，以及顾帆绝望的哀嚎。季怀的行动力堪称恐怖，他亲自组建的精英律师团，以雷霆之势将在狱中的顾岩追加起诉，把刘芳、顾帆联合告上法庭，罪名包括但不限于诈骗、意图侵占房产、诽谤、多次造谣沈小月出轨、孩子非亲生、敲诈勒索、
刘芳、顾帆多次短信威胁索要钱财，故意伤害未遂，医院事件，证据确凿，条理清晰，辩方律师毫无招架之力。季怀没有动用水军，但狠毒前夫全家组团陷害孕妻，反被天降霸总律师团锤爆的新闻本身就极具爆点。配合着林薇不经意流出的他当初偷录的顾家母子密谋抢房的录音，以及医院现场围观群众拍下的孩子亲口叫爸打脸恶毒小叔的短视频，瞬间引爆全网。景浩零元购全款房的词条冲上热搜第一，景浩现实版爽文大女主，景浩天降季总在线护妻，景浩孩子神助攻叫爸爸等衍生话题图榜。顾妍、刘芳、顾帆三人的照片，过往劣迹，包括顾妍挪用公款、顾帆赌博欠债被扒的底裤都不剩，成为全网公敌，人人喊打。网友 P 图玩梗，表情包求求你做人吧配上他们三人的脸，广为流传。法院最终判决，顾妍、刘芳、顾帆需连带赔偿沈小月精神损害抚慰金、名誉损失费等，共计120万元。同时，顾帆因故意伤害未遂、赌博等数罪并罚，在顾妍的刑期上又加了5年。中风偏瘫的刘芳也因教唆犯罪被判处缓刑，但附加高额罚金和社区矫正，彻底失去了作妖的能力。顾家那点本就所剩无几的家底被彻底掏空，还背上了巨额债务。判决结果公布那天，网上又是一片欢腾，堪称互联网过年。沈小月的名字成了及时止损、人间清醒、逆风翻盘的代名词，而季怀则被冠以护妻狂魔、法律界天花板、人间理想等称号。一切尘埃落定，那些曾经试图吸血的蚂蟥，终于被彻底碾碎，再无翻身可能。我的生活在季怀润物无声的守护和念安天真烂漫的笑声中，步入了真正的宁静与甜蜜。季怀兑现了他的承诺，从未催促，只是用行动一点一滴地填满了我和念安的世界。他给念安的黑卡，其实是一张定制的高端亲子成长基金卡，附言只有一句：给我最勇敢的小王子念安，季爸爸。念安周岁那天，季怀包下了一个温馨的亲子餐厅，没有盛大的排场，只有我父母、几个挚友，以及他特意请来的当年高中见证过我弹奏月光的老校长和几位老师。当生日歌响起，灯光暗下，只有一束追光打在餐厅中央的白色三角钢琴上。季怀牵着我走过去，像当年那个坐在台下第3排的少年一样，眼中盛满了温柔的星光。小月他轻声说，声音透过麦克风传遍小小的空间。那年的月光照亮了一个少年懵懂的梦。今天我想用这首曲子邀请你和我们的念安一起走进我余生的乐章，你愿意吗？在父母欣慰的泪光，朋友激动的低呼，念安咿咿呀呀的伴奏中，我坐在琴凳上，指尖流淌出熟悉的旋律。季怀没有坐下，他只是站在我身旁，一只手轻轻搭在我的肩头，另一只手稳稳地抱着我们好奇张望的儿子念安。琴声悠扬，月光仿佛穿越时空，再次洒落。这一次，它不再清冷孤独，而是包裹着我们3个人，温暖、圆满，充满了新生的希望。一曲终了，掌声中，季怀俯身，在我耳边落下一个郑重而真实的吻，然后转向怀里懵懂的念安，声音不大，却无比清晰地宣告：念安，以后季爸爸会永远保护你和妈妈，我们永远是幸福的一家人。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就给我点赞订阅一下吧。衷心祝您吉祥如意，万事顺心。